2019年，保时捷旗下跑车全部减产，唯独911例外，不减反增。可以看出911在保时捷以及车友心中地位之高。如果我们纵观每一代911的诞生，就会发现911的迭代看似循规蹈矩，但实际上911每一次迭代都会更趋近于完美之物。可以说911自诞生起就是斯图加特之辉，是莱茵河上的奇迹。那么911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上神坛的呢？其中又有哪些故事？911的诞生之路可谓是荆棘丛生。1963年，史上第一台911首次在法兰克福车展与世人见面。由于当时大众内部计划在未来数年里研发多种车型，绝大多数数字代号已经被预定车型占用，最终留给保时捷的只剩下900这个代号。901则是保时捷这个项目上的第一辆车，但是后续由于和法国标志的纠纷，最终改为911。在量产版911下线前，先是项目组发现发动机的设计不合理，需要推倒重来，但时间紧迫，无人敢担此大任。就在此时，费里保时捷的外孙，在公司内部被称为严苛的完美主义者的费迪南德·皮耶西接下了重任。不久后，皮耶西给发动机换上新的干式油底壳和8个曲轴主轴承，不但问题解决了，还顺带将马力提升至146。这也是皮耶西第一次接触911。那时的他虽还年少无知，但却已有曹老板的枭雄之姿。在设计敞篷版911时，工程师那是丈人瞧见傻女婿，越看越热气。敞篷版因为有个顶棚的存在，所以对车身的整体强度还有空间规划更加严苛。但是911先有硬顶，再有敞篷，这就意味着工程师们得重新设计车内的空间布局。要不是自己设计的，估计早就开骂了。这就好比你去电脑城装 PC， 师傅啥都装好了，结果你一扫桌面，发现有个 IO 档板。初代911采用的是最经典的风冷式发动机，由于风冷系统的散热风扇较大，过于占位置，工程师们需要在各种犄角旮旯腾出空间，塞下一个小小的折叠式顶棚而已。然后有个工程师直接开板，提出我们把顶棚设计成可拆卸式的，车主拆完丢车里就完事儿了呗。其他工程师也是附和道啊，对，桥洞里你盖小贝。不过最终他们还是选择加装一根粗壮的不锈钢防滚架在车顶，起到安置顶棚和保护乘客头部的作用。这一设计也就成了现在被誉为最美911的特尔嘎系列的前身。不得不说，有些时候美丽的东西都诞生于意外之举，就仿佛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时间来到70年代初，第15万辆保时捷汽车下线，石油危机爆发，美国开始联手欧洲多国遏制保时捷的发展。此时的费里年过花甲，保时捷和皮耶西的家族子女们也相继完成学业，希望在自家企业谋个一官半职。现在马上临近毕业季了，想必在座的各位一定深有体会。尽管压力重重，但是费里还是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保时捷公司需要的不是一个托儿所，而是一个职业经理人。费里将全部的家族成员召集，宣布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保时捷公司内部只留一位保时捷家族成员作为咨询委员会主席，其余人全部离开公司。在巨大的人事变动完成后，费里聘请14年前被自己扫地出门的恩斯塔·福尔曼来管理保时捷。这个福尔曼可不简单，他可是50年代初帮助保时捷设计出第一台真正意义上属于保时捷公司的528型 1.5 升4缸水平对置发动机的人物，算得上是保时捷发动机的创始人。而福尔曼呢，又是个究极赛车迷，他的理念非常极端，保时捷911只有拿下冠军才有存在下去的意义。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1971年，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的917 Spider 已经在欧美赛场杀疯了。福尔曼一拍脑门，为什么911就不能塞一个涡轮增压呢？这茬69年，皮耶西就试着干过，但是碍于发动机舱的空间不足，就放弃了。但是福尔曼作为领导，既然拍了脑袋，那手底下的人就得干不是？毕竟时间嘛，吉吉总会有的。工程师看了自己年纪轻轻就3200一个月的工资，又看了看发动机舱，问了2个问题：这车要空调和后挂语器吗？一个敢问，一个敢答。这些小细节不重要，反正这辆车造满200辆，能满足 FIA 的参赛资格就行了，其他的不重要。工程师和福尔曼相视一笑，市场部知道这个消息后，立马跳出来，人家是钱生钱，你是钱烧钱。市场部的态度十分强硬，表示930 Turbo 必须要有空调和后挂语器。最后，福尔曼应该感谢市场部的坚持。1975年到1976年，930 Turbo 总共卖出1447台。当然，撩动车友心弦的不是空调这些东西。年纪轻轻就月薪3200的工程师，除了涡轮增压，还将发动机气缸内径扩大至95毫米，让发动机的排量来到3升，功率提高至260马力。同样，为了能承载新发动机的更大扭矩，工程师还特意换上了新的4速手动变速器。外观上也是首次迎来了保时捷非常经典的经纬尾翼。虽然这个尾翼在福尔曼眼里看起来像一坨无处安放的肥肉，但无可奈何，它只能长那。最后，车友做梦也没有想到，930 Turbo 发布之后，
后，下一代911车型要等14年，车龄大一点的车友直接变爷爷了。虽然期间保时捷推出了保时捷史上第一款超跑959，但是911粉丝并不买账，纷纷化身近战法师刘海柱，因为更新迭代速度是真的太慢了。1989年至2019年这30年里，911换代了5次，平均6年一次，而1964年至1989年这25年里，911只换了2代，平均12.5年一次，时间是现在的2倍。其实说来也惨。80年代初，第2次石油危机爆发，保时捷旗下车型销量又一次下滑，福尔曼又一次离开了保时捷，保时捷又一次要破产了，费里又一次被迫出去寻找新的职业经理人，新 CEO 上台后又是一次大清洗，几乎整个80年代里，保时捷都在处理人事纠纷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964诞生了。负责964开发的工程师名为乌尔里希·贝兹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保时捷的情况稍稍好转了一点之后，他选择放下了手里964的研发工作，转战 F1 赛场，将964这个关乎保时捷命运的项目丢到了一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曾经向董事会提议开发一款4门轿跑去抢占 BBA 的市场，也就是帕梅的前身。不过所幸董事会并没有批准这个提议，不然保时捷估计就不是大众的了。虽然开发时间久，但是964还是为后续保时捷奠定了不少方向。首先从964开始，保时捷统一了自己的命名规则，由之前的字母缩写方式变成了现在的单词加数字的形式，也就是现在的 Carrera、Targa、Turbo。911复杂而又庞大的体系也就此诞生。同样是从964开始，后续每一代911的迭代都会更新80%以上的零部件，且每一代都不互通。在1990年964发布之后呢，这个 CEO 也因为保时捷的财务危机下台了，而他的继任者正是那个保时捷命运的改写者温德林·魏德金。老规矩，魏德金上台之后也是一通大洗牌。这次魏德金向日企学习了高效的生产管理办法，使得保时捷之前的零件积压从1个月变成了夸张的半个小时，从龟速摸鱼流水线直接变成要你命3000。相比964、993在开发的时候可太幸福了，当时的高管都在忙着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财务危机，993就显得不那么重要，导致开发团队进入了一个放飞自我的状态，把之前989后轮转向系统和轻量化车身搬了出来，塞进了993里，这叫合理合规的偷懒。所以导致993的设计理念和964差距非常大，993比964更轻、更快、更酷、更具有架势感。1994年，开发团队的努力迎来了回报，保时捷先是在市场里投放敞篷版的993，当年年底，保时捷就收获了16939台的订单，并且开发团队在第2年还搬出了993 Turbo 这个性能怪兽，其搭载一台408马力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装备上了从959下放来的4G系统，其性能也是直逼959这个为了参加 WRC B 组开发的怪兽。稍稍宣传一下930 Turbo 就卖爆了。993作为911中最后一代风冷，近乎榨干了风冷所有的潜力。但是随着世界各国的排放标准愈发严格，以及人们对燃油经济性的要求不断提高，保时捷只有不断提高燃烧效率来满足这些要求，直到风冷发动机再也扛不住保时捷所需要的超高动力。所以在下一代911，保时捷一改传统，用了液冷。其实仔细想想，液冷是保时捷必将走上的道路，因为优势真的太大了。那么液冷相比风冷的优势在哪？发动机又是如何散热的呢？要回答这2个问题，我先要提到一个概念——牛顿冷却定律，即当物体表面与周围存在温差时，单位时间从单位面积散失的热量与温差成正比。举个例子，你面前有2杯来自 GTA 的 Hot Coffee， 一杯80度，一杯20度，然后分别将一块0度的冰块丢进去，我们会发现80度这杯里的冰块融化的是最快的，也就是温差越大，散热效率越高。同理，气缸内燃油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热量，导致整个发动机的温度一路飙升。此时发动机和周围空气温差变大，热传递效率也就越高。但由于散热的本质就是热量的交换，所以当周围空气和发动机的温度达到一个平衡点时，温度就没法下降了，而是处于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。但是如果还想进行散热，该怎么办呢？方法有2个：增加空气流通速度和增大物体表面积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想让一杯热水快速的凉下来，最简单高效的办法就是拿出另一个杯子，将热水反复缓慢的倒入另一个杯子中。如果我们将这个画面暂停，就会发现我们在倒水的过程中就是在增大水的表面积，加快它的散热，并且如果我们在有风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动作，水温则会降得更快。原因是风加快了水表面的空气流动速度，加快了空气和水热量交换的速度。同理，风冷发动机想要提高散热效率，一般会在发动机上做出更多鳍片来增加发动机的表面积，并且在这些鳍片上加装风扇，加快发动机表面的空气流动速度。我们都知道，所有的物品都会有一个最佳工作温度范围，超过这个范围使用的话，就会对物品有所损害。比如你们目前正在播放我们视频的手机，它的最佳工作范围是在0至35度。
发动机也是如此。现在的发动机的最佳工作温度区间一般是在85至105度，如果低于85度，汽油的雾化会不好，润滑油流动性会变差，发动机也容易磨损；高于105度，发动机则会过热。而刚刚我们有讲到，散热的本质就是热量的交换，只有温差才会有散热，但是大部分时候性能和温度永远成正比，性能越强，所散发的热量也就越高。比如电脑的 CPU 12代 i9 的发热量肯定比12代 i3 要高，在散热规格不变的情况下，不断提升性能必然会使得温度的平衡点越来越高，直至超过105度。但如果想要继续提高性能，那就只有更换散热模式，所以液冷诞生了。为什么液冷会比风冷散热性能更好？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，比热容，即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升高或下降单位温度所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。在温度25度的环境下，空气的比热容大概为1000，水的比热容大概为4200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一盒火柴完全燃烧可以产生1000焦的热量，那么让1公斤空气温度上升1度，只需要1盒火柴，而1公斤水需要4盒火柴。也就是说，水的吸热能力是空气的4倍。其实液冷和风冷除了介质上的区别，其他差不太多。液冷系统大致可以简化为水箱、水道、水泵、散热器、冷却风扇。冷却液先由水泵驱动流向预埋在发动机各个地方的水道，通过水道和发动机交换热量后，流向有着众多微小水道且充满鳍片的散热器，它的作用正是增加冷却液的表面积，然后再由冷却风扇吹鳍片，加快冷却液的热量散发后回到水箱，然后如此反复。而保时捷的做法则是将散热器一分为二，分别放在车头的两侧，利用行驶中的自然风将散热器的热量带走。保时捷996的水冷发动机相比993风冷，排量3.4升，长度缩短了70毫米，高度降了120毫米，并且可以产生221千瓦的功率。其实最后我们会发现，影响散热效率的就只有4个参数：冷却介质、散热器表面积大小、空气流动速度以及温度环境。在上个世纪后半叶，由于液冷工艺并不成熟，所以风冷依旧是主流。其原因很简单，风冷发动机的结构相对简单，没有水泵、水箱、散热器等部件。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因为要为发动机金属受热后的膨胀预留间隙，风冷式发动机的零件间隙较大，没有消音设备，导致其噪声较大，且没法消除，而且风冷无法做到对发动机的均匀散热。但随着时代进步，水冷工艺逐渐成熟，所以我们现在买到的车大多采用的都是液冷的方案。由于篇幅原因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会尽快更新保时捷中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